狮子座12月在水逆的影响下，爱情、子女方面比较容易逆啊。比如说前任又开始联络了，或者是你把现任变成了前任。还有呢，想要宝宝的在这个月可以试一试，也许会有意外的中，或者之前调理身体准备怀，现在呢又开始研究准备起来了。那有的狮子呢也有机会跟这种偶像啊、明星啊、名人靠得比较近，比如说去看演唱会啦，追他的综艺啊，也可能会出入一些活动啊、聚会啊、party 的场合，就是往人多、五光十色的一些地方去钻。如果你自己是目前的这种演艺人员，或者说做目前工作的，那可能就会被大家看到，可能会有什么作品啊、节目啊要发布。整体12月呢是狮子座有一些放纵的月份啊，所以财出去的也有点多，容易买，或者是请客吃饭、吃喝玩乐等等的。那工作读书方面呢，狮子有机会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或者是在某些场合呢去登台上榜，可以去炫啊，比如说你去讲个话啦，或者是你的作品很受欢迎啊，也可能是被谁夸了等等。狮子座本月的一个贵人运啊、客户运都是不错的，职场魅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有的狮子能够登上宝座拿奖，或者是被推到更好的位置，甚至是 C 位这种。当然呢，12月还有水逆和火逆的影响，所以呢，也不是说每一个狮子都是受欢迎的，可能也会招黑啦、招恶评啊、树大招风嘛。或者呢，你没有想要曝光恋情，或者是被人讨论自己的事情，但是却被大家知道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以及啊，在沟通口舌啊、写作啊、流程啊、物流运输啊、交通外出啊、物品的损坏啊、遗失啊、走丢迷路啊、受伤啊、健康等等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这都是水逆会影响到的领域。健康尤其是发炎啦、上火啦、外伤啦、心脏啊、眼睛啊、脊背啊等等的。那水星呢要在16日恢复顺行，因此几乎12月的前20天都要小心事业上述的一些方面啊。另外呢，在工作课业方面稍微提个醒，是要注意一下，避免追求表面的这种好看，而缺少在实际需要付出的方面努力，也就是避免华而不实。因为看到后面1月、2月呢，会有一些类似于考验或者是考核的存在，所以要是不扎实努力的话，到时候可能就无法过关。你是做什么的，从事什么的，你就要在这个领域至少是显得专业，而不是只是追求漂亮或者是人气高、有运气、盲目追求机会等等，这样呢就容易被人说成是花瓶啊。狮子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方面，对接下来的工作读书发展会更有利。爱情和人际方面呢，单身的狮子本月桃花很旺，除了前任以外，也有机会跟新人发展告白或者是被告白。12月到1月脱单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当然你也要出门去见人啊，躲在家里再好的桃花运也是无意义的。有伴侣的狮子座呢，本月有一种情况前面提过了啊，就孩子或者是前感情的话题容易是焦点。好的地方是两个人可能会有挺多娱乐活动或者是约会浪漫的安排的。需要注意的是，双方此时呢起码有一方可能会比较强势、主观、任性，可以说不是非常的理性啊，所以沟通互动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急、脾气大。同时呢，本月的肢体接触会变多，可能是那种好的方面的变多，有的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沟通当中这种拉扯啦，甚至是暴力的情况，尽量不话赶话去刺激彼此啊，要保持一种理智。那要祝所有的狮子座12月心有所向，便勇往直前，想要何物就即刻追求，坦坦荡荡，尽情奔赴，好运啦！天秤12月也是外出运、社交活动运以及表演运、子女桃花运很旺，那正好呢赶上了火逆和水逆，所以除了这些方面的活动它会变得频繁、变得红火，或者是话题度比较高以外，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容易在上述方面遇到一些麻烦和困扰，比如说你近期的这个行程很赶，每天都匆匆忙忙来不及，或者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也可能会遇到这种堵车啦、航班的延误啦，还有这种快递丢了呀，跟这种交通啊、车子啊、行程啊、物流啊、电子产品有关的一些事情，还有跟沟通有关的事，比如说遇到吵架，或者是天秤自己跟别人说话有些不顺不舒服，以及就是跟一些规则有关，可能让天秤恼火，也可能是别人觉得天秤你很不按照规矩来。水逆呢是从11月26日正式开始的，但是水逆的影响在11月末10天就已经存在了。那火星呢是12月7日开始逆行，火逆的影响呢是从12月初开始。简单来说呢，整个12月人际关系以及团体规则仍然是跟11月一样，是天秤需要重点留意的一些点。当然健康也是啊，毕竟水逆都容易体质变得敏感，但是天秤基本这次都是小毛病，比如说感冒啦、支气管啊、手脚一些小伤等等这种。你们在健康方面呢，其实不是水逆的重灾星座，你们更多的水逆影响是体现在交通啊，像这种人际关系等等其他水逆的方面啊。因为你们12月至少会有一个方面就是很亮眼、很突出，或者是你非常高调啊。就算你说我一直好像都是这样的，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啊，就是会觉得说你们比以前还爱炫、还爱表现，或者说你比以前好像更厉害了，就会有人看你们不爽，就说你们一些小话。而且很逗的是，因
因为星体位置的一个缘故啊，这些话都会传到天秤的耳朵里面，就是说他不是背地里说说就好了，你们是会知道的。那知道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些矛盾嘛，就会有一些心结，或者说话重传来传去的那种。因此呢，12月天秤工作生活里面好消息是你容易有这种可以好好表现自己的机会，比如面试啊、比赛啊、演出啊，一般你都能够发挥得很出色，或者是天秤可以展示自己的一些方案啊、项目啊、成品。那挑战的地方或者说困难点呢，也就是在于说你们太出色了，所以呢，在团体活动、团体工作，还有一些笔试方面，这些就相对就弱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工作任务啊是以个人为主的，那这批天秤呢，可以在12月让人感觉很优异啊，艳压各方，很有个人的风格特点，有你自己的一些时尚感，大家都夸你好漂亮啊、好棒啊，是不太能够被别人超越的。但是如果你所做的事情涉及到跟他人的对接、交接，或者是多人的合作参与，或者是需要天秤去匹配某一些岗位啊、某一些职责啊，也可能涉及到这种笔头文字类的一些东西，像这种的天秤就容易因为水逆和火逆而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甚至容易有一些人际是非啊。比如说明明你表现的是很好的，大家也都很认可，但是后面呢就是没有录用你，可能这个原因恰恰就是出在你过度好了，你跟别人太不一样了，他人可能就会担心天秤你是否能够很好的融入团体里面，或者是天秤你自己也不是太愿意去当一个配角，所以呢一碰到团体这种天秤的待遇各方面就会差别比较大，这点需要注意啊。那如果你是本月有这种面试、面谈，或者说你很想加入到某一个集体活动的天秤，那就需要表现出我虽然是很强很不同的，但是如果需要我配合，我也是可以融入的很好的。那这样的话会让这批天秤呢工作生活更顺利一些。如果没有太重要的团体活动的天秤，那12月呢可以重心放在自己个人的吃喝玩乐，还有一些休闲活动上，就你怎么开心怎么来。集体活动和社交呢，你就不要期望太高或者是太强求，反而呢你能开心些度过这次水逆。读书方面呢，这次水逆对于天秤很好的影响是能够让你们重拾一些旧的知识、旧的兴趣，可能会把之前书翻出来看看啊，或者又会学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在答题和学知方面呢，12月天秤都应该更大胆、冒险、创新一些，你们此时就很有可能会学了就能用上，或者是学了就跟别人讲，这会促使天秤进步可以更快，可以试着去颠覆过去的自己啊，过去的一些学知的模式和体系。那财运方面呢，本月容易在这种交通啊、差旅啊、车子啊、电子产品啊、手续费啊、流程费啊、物流费啊等等方面花财，以及呢因为某一些优惠之类的东西而买入不必要的东西啊，要警惕这种消费陷阱。爱情来看呢，天秤本月的桃花运、人际运是非常旺的，既有机会跟这种老同学啊、老邻居啊、朋友啊、兄弟姐妹叙旧，也有机会和这种新人啊、网友啊、陌生人去聊，很吃得开啊。虽然不适合确立关系啊，但是可以享受当下这种比较浪漫、轻松的一些氛围，也是相当不错的。有子女的天秤的孩子可能也是这个月有一些喜事，或者是很给你们长脸啊，甚至给你们带来这种幸运啊，或者让你们挺开心的。那美容调整呢，整个月其实都不是很适合啊，等一等会更好。那祝所有的天秤座12月人生海海不过尔，活出本色，不负我心，好运啦！我是艾大帆老师，用心理心学引导更好的生活，拜拜。